鱼儿，水中怎么游？给它一点助力就能游到底了。哦，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码美味的方程式。为什么鱼呢有鱼腥味？哎，你又知不知道要怎么样煎鱼，鱼肉才不会粘锅呢？那虾壳有什么用处呢？哎，那我们生吃海鲜会有害吗？是，今天就跟着科学实验室一起呢潜入海底世界，一探究竟。让我们一起欢迎非常热闹的来宾了。Alright， 首先欢迎呢来自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郭任老师，欢迎。同时也要欢迎我们这个大师级的名厨真的 Chef Irene Teo， 欢迎 Chef Irene Teo， 以及搞笑天后 Irene 姐洪爱玲。同时也要欢迎呢演技一流的黄淑芳素芳姐，还有就是活泼可爱的阳光可乐。哇，不得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比赛很简单的，总共4个问题，得分最高者就获得神秘大奖。哎，你们猜猜奖品是什么？一条鱼，鱼，OK， 一个锅子，锅子，章鱼仔，江鱼仔。好，直接来看好不好？让你们有战斗力，你们看到你们就想要，真的，来，今天的礼物很好。是什么？准备3、2、1，噔！哇，哎，这个很好哦。我跟你讲，我也是，我在看这个。这个不得了，对，这个龙虾其实是从美国来的，哎，美国的，因为它的肉是比较浓、比较厚，对，1.3公斤。看到这个呢，就知道我们今天主题是海鲜，对不对？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喜欢吃海鲜吗？来，我最喜欢吃海鲜，什么料理？在日本料理，生鱼片，对，生沙西米，对啊。那淑芳姐嘞？我喜欢吃螃蟹咸蛋黄啊，啊，对，类似这样的，有点小小的汁的那种。哇，哎，都是行家哈。来，可乐嘞？我当然最喜欢就是吃龙虾，所以今天的神秘礼物呢，非我莫属。谢谢姐姐，谢谢姐 OK， 姐。我讲海鲜哦是可以生吃的嘛，对不对？但有些也不太建议是吗？问一下老师好了。对，有的海鲜是高风险的，有的是中风险，有的是低风险。那么什么是高风险呢？就是淡水鱼，就是 freshwater fish， 不要生吃。不要。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淡水没有盐，盐是可以杀细菌的，对不对？对。淡水没有盐，它所以细菌和寄生虫多，每年有上百人因为吃这个中毒。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每年会也有的嘞1、2个人。你try看看哦，对不用拿位置来叫我去。刚刚讲的是高风险的嘛，就是淡水鱼就 no 不要吃。对那中风险呢，就是贝壳类生蚝。为什么呢？因为贝壳呢，它是过滤水，它把水排出去，把里面干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容易把有毒的东西留在体内。还有呢，低风险呢，就是像三文鱼这样的海鱼，因为大部分的三文鱼哈，其实是养殖场养殖的，它的环境是很好的，就是细菌没有这么多，吃的东西也比较安全。对所以三文鱼是最适合生吃的。说到三文鱼，也讲到重点了。来 ，Chef Eric，今天要煮这个料理，第一道就是沙门鱼配着的柠檬奶汁。Chef Eric 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比拼了。来，第一题，要请问以下哪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鱼腥味？A. 加入白糖 ，B. 加入柠檬汁，C. 加入料酒，还是 D. 去掉鱼腹中的黑膜？答案只有一个吗？不是两者答案在一起吗？没有两个答案在一起的吗？可能超过一个，可以超过一个。好，来，有了哦，直接揭晓，来，请看答案。哇，答案都不太一样哦，不一样的答案。一个一个来好了啊，来，先问，好，先问这个有下厨经验的。
哇，我看到它哦，就感觉没什么把握。为什么你会说要加柠檬汁，以及要去掉黑膜？去除黑膜是因为我知道那黑膜它带苦味，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苦味会不会散发出那鱼的鱼腥味。可是很多人都会把那个鱼膜给去除掉， OK 所以那个我是觉得应该去除的。然后加入白糖绝对不是，我只知道加入白糖在虾可以保持它的那个新鲜度，所以绝对不是跟去味、跟腥味没关。对，然后 B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贝类啊，对我们都会加柠檬。我觉得那个柠檬不是来提味，哦，是来去掉。是来去掉，可能会掩盖一些比较腥的味道。 OK， 那料酒怎么不选料酒很奇怪啊，那个是拿来煮的吗？ ？OK，艾琳姐是加料酒跟去掉黑膜，为什么？我什么味道我不喜欢，我就加那个料酒。真的吗？然后那个去除那个黑膜，因为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觉得它是对的。就是黑黑的不好啦，就去掉啦。你讲的说好像很轻这样啊，连我就觉得可能是answer。OK， 再来可乐， D 白糖，我觉得不可能吧，用我的逻辑思考。没有听过是吗？对 OK 然后呢，D 附中的黑膜，我就跟艾琳姐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听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应该不是所以我就不选了。 OK 哇哦，然后B 就是加柠檬是跟淑芳姐一样，就是呢吃那种贝类的时候都会上面都会撒那些柠檬，特别是那个生蚝。是哎，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有去腥的功能。那加酒嘞？本身爱喝，就这样。所以就是有酒，就基本上腥味就都没有了。所以到底是谁会答对呢？来，我们直接揭晓，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以下哪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鱼腥味？哎，正确答案是 B and C。哇，今天一个没有下厨的女人，为什么是酒？有些鱼是不用酒来煮的呀。我跟你讲去掉那个腥味。来，我们老师是有理的，你们听一下。好来，对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鱼腥味是哪里来的，哎对不对？鱼腥味是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三甲胺。 OK， 所以三甲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哈。来，请看。活鱼体内有一种叫做三甲胺氧化物的物质，在鱼死后，鱼身体里的细菌就会把三甲胺氧化物转化成三甲胺，而三甲胺很容易挥发到空气中，变成我们所认知的鱼腥味。所以鱼死得越久，腥味越大，代表越不新鲜。酸性物质能够将三甲胺转化成三甲胺正离子，这是一种不容易在空气中挥发的物质。因此，用酸性物质就能够去除鱼的腥味哦。哦，了解哈。三甲胺英文是什么 TMA trimethylamine。好，所以怎么把它去掉？第一，用酸，用柠檬汁或者是醋都可以。然后就是料酒了。三甲胺它可以溶解于酒精，我们一加热，那个酒精是不是会被挥发？它就把那个三甲胺一起给它带跑挥发掉。然后那个黑膜主要的成分是脂肪，所以它没有什么腥味了。所以你看啊，是有背后的原理。老师承让一堆承让一堆那么名词过去，你们就听进了。讲得复杂，把他脑子讲晕了。 OK， 直接第二题了。来，我们的第二道问题呢，要请问各位，煎鱼的时候，以下哪一个步骤是可以避免鱼肉粘锅？是 A 呢，把鱼肉擦干 ；B 把这个鱼肉给化开哇；C 放大量的油；是 D 冷锅下鱼。直接买个好锅就算了那种。我有问题，如果我写2个，然后其实答案只是1个的话，还是错？要哎呦，要我记更严厉。刚才我们也是吗？刚才他有一半，我有一半也是没有算哦。不然你要不要分他的头、他的尾巴？哎，我觉得我们感觉在巴萨哎。好，来3、2、1，请看。都不是。淑芳姐说都不是，阿玲姐说是煎鱼前放大量油，可乐是说将鱼肉擦干。先来问一下 Chef Eric 啊，你看到这个4个选项，有没有哪个步骤可以避免？有啊，还是没有？有。我白当家庭主妇了啦。我问你一下，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做？因为
chef 有跟我讲过 OK， 什么，OK， 你不要让鱼粘锅，你的那个油一定要非常热的时候才把鱼放下锅，它熟透的时候你才翻，它就不会粘锅。那油要多吗？油不用多，油多少没有用的。没有，等一下，那个 chef 是谁？来，我们请可乐。因为 B 的话，那个鱼肉化开我是没听过，然后 C 呢，不要放太多油啦，浪费油，不健康。对，然后 D 的话，因为我知道是一定要热锅才可以去炸去煮东西，所以呢就是省略法，剩下 A。我回答你，A 要把它擦干的原因是因为呢，如果鱼有那个水分的话，你一下去那个鱼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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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就喷到全身。那个是安全，所以它不会啪啪啪，所以它不会粘锅。哦 OK，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他的理解。真的。OK， 艾琳姐为什么选放大量油呢？这个是 science 嘛，那个鱼很捏那个锅就很容易烧嘛。如果那个鱼很多地方，因为我是游泳健将嘛哈，所以你那个鱼丢进去那个哈，它游不到底面去，它就不会粘锅咯。哎，我觉得你对耶，哈，是吧？我是用逻辑的。这样是你对的。我跟你们讲，直接请老师老师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A and C， 把你们2位加在一起才是正确答案。为什么擦干？素芳姐讲的有道理，首先是防止溅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也能防止它粘锅呢？因为放鱼的时候，锅里面的温度要比较高，但一定不能是冷锅。这就是为什么D肯定拿掉。但是如果有水，温度就上不去。因为水是会让油的温度上不去。没错，油就把它的热量拿去蒸发水去了，它一下子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B 为什么不对化开？大家都讲了，只是让它熟得快一点而已。那么放油呢？油它是可以隔绝这个锅跟鱼的表面的，它起一个润滑的作用。粘锅实际上就是鱼表面的蛋白质跟锅表面的金属发生了化学反应，连在了一起。对，所以要防止这个呢，我们就把它隔绝开来，就放油，用油就好。没话说 ，zip 了 zip 了，真的啊！哎呀，太好了，完成了对吗？完成了。 All right。来 ，Chef， 这道菜叫什么名称？Pan-seared salmon with lemon butter sauce， 香煎三文鱼啦。来，开动，好不好？哦耶！很香哎，我闻到柠檬味道了。我不太喜欢这三文鱼，因为我觉得三文鱼有鱼腥味或者是很硬。可是哇，这个 chef 的真的很软。对，软了又带 juicy 这样。我也是觉得我今天吃到它外面是脆脆，然后里头是嫩嫩的。我每次都是用烘烤的方式，对，我可以去到那样的嫩法，可是我的那个皮哈跟它外面绝对吃不到这个样子。对，吃完第一道，接下来不得了，直接来了，对不对？接下来了，不要等了。第2道料理要准备什么呢？牛油蒜龙虾。就是那个你喜欢那个螃蟹的那个 style。那我们这边同时来第3题啊，以下什么特征呢，可以证明虾是新鲜的？选项 A 呢，就是虾它的身体呢是弯曲的 ；B 虾壳呢是粘手的；C 虾头跟虾身呢很紧密。哎呀，随便啦，算了，每一题不要想那么没有，多了。每一题答案都可能多过一个的。来，请看答案。安姐不会连 A 也写下去，不用担心。问一下可乐先好了，为什么你觉得弯曲是新鲜？因为 B 粘手感觉就不是很新鲜，然后 C 的话呢，因为有时候要去虾头嘛，如果太紧密的话，一个炸下去就只剩下很少的肉，对不对？跟新鲜没有什么挂钩。来问一下淑芳姐，在超市看到的它都有弯曲跟长的，对，都有，对，粘手也不可能。对，粘口我是觉得是坏了才会粘手，所以你我就以这样推理。3取法。对，其实我刚开始只是写一个 C 但是刚才你讲可能有2个答案，那我就觉得 A 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乱写 B 咯。可以，来，郭老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以下什么特征呢，可以证明虾是新鲜的？郭老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和 C。哎呦，哪里可能？你看超级市场中很多直的嘞。身体弯曲为什么是新鲜？这个不是100%哈，
它是一个 indicator， 就是说它的新鲜的可能性比较大弯曲。因为虾刚刚被捕捞起来的时候，它因为刚刚离开了水，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会弯曲。那如果随着时间变久呢，它会慢慢的变直。哦。然后如果你在它弯曲的时候马上给它动起来，它就会保持弯曲的状态。所以就会比较新鲜一点。那还有就是虾头跟虾身很紧密，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那种不太新鲜的虾，它是松的，有的甚至断掉，对，断头虾，就是因为它头和身子中间的组织就是 connective tissue 被分解掉，腐烂了，对吗？对，腐烂。有，为什么虾壳粘手不新鲜哦？我们来看看这个解释。虾壳会粘手，是因为虾死了很久以后，甲壳下面分泌粘液的颗粒细胞分解，大量的粘液渗透到虾的表面。因此，当我们用手摸虾有滑腻感时，代表虾非常不新鲜了。此外，如果虾头已经断开了，代表连接虾头和虾身的组织因为长时间的放置而分解，所以也不要购买断头虾哦。哦，所以这一题不管你们接不接受哈，3位答错，那这个时候不得了了。最后一题也是最关键的一题。问题4，请问各位，煮虾的时候呢，保留虾壳有什么好处？3个选项是 A 呢，你可以增加钙的吸收，或者是 B 增添虾的风味，还是 C 保留虾的鲜嫩？答案是多过一个。对，我不改了，因为我就写了2个了。我也是写了2个。OK， 好，可以。OK， 来看答案。他说有2个答案，你给1个而已。我这边。OK， 我们先问一下吧，不同的答案哈。为什么你觉得 A 不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壳的钙质在烹煮的过程中可以让那个肉吸收到它的钙质 ？OK， 保持风味是绝对会有的，是因为很多人都用虾壳去煮那个虾的那个汤底嘛，它绝对会有那个风味的。OK， 那这个没有什么争议。那为什么是会保留虾的鲜嫩？就很逻辑的想，如果一个壳保持那个它里面的肉的话，你可能煮太久的话，也不会让它变得太过的粘稠或什么的。好，可乐为什么选择 B 跟 A？我本来想写 B 而已，就是大家都懂嘛，就是那个熬汤的就会有那个味道。后来呢，腾哥给了一个提示，那多过1个，所以我就很没有自信的写了一个 A 在下面。那你可以写 C 啊，怎么写 A 呢？因为 C 不是在我的逻辑里面，对 A 比较有像我的逻辑，因为那个钙呢，我不太懂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好像有营养有道理，所以我就写了 A。哇，那我们问一下Irene姐啦。对，为什么你选择增加钙吸收呢？因为我觉得那个虾头跟虾身都有很多钙，所以那个 calcium 会 join in 那个肉这样。好，希望到底答案是什么？紧张哦。老师，正确答案是B 和 C， 恭喜素芳姐。要相信逻辑。来，老师，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A 不对哈，因为那个壳确实是有钙，但问题就是你煮的过程中呢，那个钙它进入汤里面的是很少的。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虾壳里面的钙这么容易进入到水里面，那虾游着游着，不是身上的壳就融化掉了吗？说明它那个壳是不溶于水的。那么 B 大家都讲了，虾壳它是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是会有风味的。对。那么 C 鲜嫩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壳的保护下，它的湿水会比较少，它肉容易保持水。如果你没有壳，就会比较干。对，所以保留壳呢，你就可以煮久一点，就会比较鲜嫩。不过接下来这个肯定是很 OK 的啊，我们 Chef Eric 的这个虾来直接上菜，好不好？来。牛油蒜蓉虾开动。上面那块肉是什么来的？那个是tempeh，I love tempeh，很多层次。这个好像带了我去一下印尼，又跑到泰国，corner 了，东南亚的之旅这样哎。对，我可以感受到那个什么curry leaf 的味道啊，也可以然后钻那个甜啊，对，所以其实满口的那个味道，其实还会在你的嘴里一直在打转这样，哇，好好吃哦，很棒，一口接一口哎。而且我觉得这么重口味的感觉应该会盖过那个虾的鲜甜，但是那个鲜甜还是保留在那边的。其实那个名称错了呀，这个应该是东
东南亚之光。哇，东南亚王味虾。OK， 一说到这个哈，我们就是今天的 PK 局了。所以现在呢，6月发问问题，谁先举手回答正确就是优胜者。来，直接发问问题。请问哦，这个猪肉跟牛肉呢，在60到70度的时候呢，蛋白质就会变性。那鱼肉跟海鲜大概在几度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变性？来，关键数字，谁最接近谁获胜。OK， 来，请看答案。可乐30，我没有改，我刚刚之前写20了。 30度。直接请老师宣布优胜者是。可乐比较接近。其实海鲜哦跟肉相比较容易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跟蛋白质变性有关，就是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呢，肉里面的蛋白质它会变硬，它会缩水，所以为什么肉啊、鱼啊煮久了会变硬？对。那么猪肉和牛肉大概是70度左右会变性，鱼肉大概50度就可以。好，优胜者就是阳光可乐，恭喜！来，哇，不得了哈！非常感谢，我要谢谢我的妈妈把我生出来，让我今天可以得到这个荣幸，谢谢。好，可乐，因为我知道你没下厨嘛，是，所以给你一个福利啊 ，A， 你可以呢把它带回家，或者是 B， 现场要求我们的大厨直接帮你处理这个龙虾。OK， 我要分享，现在有劳你了。All right。哦，哇，哎呦，你看，哇，整片的肉嘞。其实好像Chef你这样子，对，翻炒龙虾，你只是加了一点油跟那个牛油，对吗？对，盐跟胡椒粉都没放，可是香味就出来了哦。哇哦，可以了，好，完成，来。哇，真的被他的那个龙虾深深吸引。惊艳现在明白，原来好的龙虾的口感原来是这样，跟那个虾婆不一样吧？真的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是2个虾婆连在一起咬下去的那个厚度，它是很饱满，它给人家感觉可能会咬了咬不断，可是它其实很容易咬断。可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它又很还有智慧流出来的。活了24岁，第一次吃到这么非一般的龙虾。还是要谢谢可乐的分享了哈。谢谢可乐姐。吃到如此美味的龙虾哈。好，谢谢老师，谢谢 Chef Irene 以及3位嘉宾们，谢谢可乐、Irene 姐、舒芳姐，谢谢。我还是想知道，刚刚你看我们做这个实验，小心。哇，来，为什么加那个洗洁精止鱼就会油啊？什么原因啊？因为洗洁精它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它可以减小水的张力。当你加在鱼的后面呢，它的张力就会变小，它就会把它往前冲。推，好特别，原来是这样子啊。